众所周知，在历史书上，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和百团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三大胜仗。可是仔细研究数据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双方的战损比几乎是1比1，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要知道，在当时5个中国军人才能换下1个日本兵，1比1的伤亡比在当时绝对是大胜仗啊。而台儿庄虽然打得也不错，可是战损比毕竟高达2比1呀。很多朋友会质疑，这样的战役也能称得上是大捷吗？其实要评判一场战役是否大捷，战损比并不是最重要的参考指标，而是要看这场战役有没有达成预定的战略目标，以及它对整个战局所造成的影响。就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你如果非要拿战损比来说，是中国伤亡肯定是高于日本的，可问题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达成了，我们拖住了日本人，这就足够了。反观日本人呢，他几乎是10战9胜，可最后他却用一个个战术胜利换来了一个战略大失败。明确了这个评判标准，我们再来看看台儿庄战役是否真的称得上是大捷吧。在说这个话题之前，笔者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台儿庄战役之前中国的战略态势。在台儿庄大战之前，国民党政府先后经历了7·7事变、淞沪抗战失败和南京沦陷。这3场战争的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它直接让中国东半部的2个政治中心南京和北京相继沦陷。这2个地方的沦陷又导致黄河和长江的下游地区全都处于日军的打击范围之内。更惨的是，这个打击范围内部大多都是平原地带，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非常有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运动。以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就算拼上老命，也不可能在这些地方拖住日本人的步伐。因此当时中国政府确定的方针是退守西南，长久抗战。因为我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西部地区有很多山地丘陵，可以有效地对冲掉日本人机械化部队的优势，拉平双方的差距。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可是这个正确战略的实施，它需要时间呀。在南京沦陷之前，国民党虽然已经确定了迁都重庆的战略方针，可是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日军的进攻太过神速，长江下游的很多工业设施还没来得及运到重庆，全在武汉那一带给搁浅了。因为当时的长江还处于枯水期，运力不够，必须等到长江沿岸进入雨季，水位暴涨，才能够拉得动那些工业设备。而南京是什么时候沦陷的？它是1937年12月沦陷的，距离1938年的雨季，它至少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才行。以日本军队当时的推进速度，5到6个月的时间足够他们把武汉打下来好几次了。所以必须要拖住他们的进攻速度，给中国的抗战保留工业火种。那当时中国手上有什么筹码可以拖住日本人的进攻速度呢？在我国东部地区，以洛阳、北京、南京这3个支点构成的大三角地区，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也是我国的高于之地所在。前面说过，这种地方是挡不住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可上天却在冥冥之中给中国留下了一扇窗口。在这个大三角平原地带，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守一下，那就是山东丘陵。山东丘陵在这个大三角地带，就像平地上突然凸起了一堆石头一样。虽然相比于太行山、秦岭有所不如，但在平原上也称得上是难得的天险啊。所以自古以来，南北双方在这个大平台上争霸，都一定要想方设法拿下这堆石头。因为谁能拿下这块石头，谁就能够在大平原上取得战略优势。当时山东丘陵还保留在山东军阀韩复榘手上，韩复榘名义上还是服从国民政府支持抗日的，所以当时全国上下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守好山东，为中国的抗战大业争取时间。可谁也没想到，这个韩复榘丝毫没有民族大义，只顾家小，不顾国王。韩复榘一枪不放，就把山东丘陵这块难得的险族给放弃了，这可气坏了蒋介石，直接把他给枪毙了。其实在抗战中不战而逃的军阀数不胜数，为什么蒋介石偏偏杀了韩复榘呢？正是因为他这次战败影响实在太坏了。韩复榘的这番神操作，直接导致山东丘陵 99% 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上，而中国的希望就落到那 1% 的丘陵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徐州，徐州由山东丘陵延伸出来的余脉所包围，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个地方控制着山东、河南、安徽、江苏4省的交通要道。只要我军能够驻守在这里，就相当于在三角大屏里头插了一个钉子。日本人不除掉徐州，就不敢全力进攻武汉，因为如果不管徐州的话，徐州的守军可以顺着陇海路和津浦路去攻击他的大后方。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攻城都是要一个城池一个城池的打，而不能绕过城市的原因。如此一来，只要徐州能够守住，武汉就暂时不会有事。于是中日双方为了与时间赛跑，围绕着徐州这座城市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场战争刚开始，对于中国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的主战场设定是在山东丘陵，而不是在徐州啊。当时的计划是准备利用黄河天险阻挡日本人渡河，如果实在挡不住，那就利用山东丘陵跟日本人周旋。可谁也没想到，韩复榘居然能搞出这样的骚操作，以至于山东全境沦陷之后，徐州地区根本就来不及布防。徐州要为全国抗战争取时间，那谁来为徐州会战争取时间呢？答案是台儿庄。台儿庄是从北方进入徐州的交通门户，从山东丘陵进入徐州地区，一共有2条道路可以走，一条是走泰安经过藤县、枣庄，再到台儿庄；另外一条道路则是经潍县到临沂，然后再从台儿庄进入徐州。这条道路在历史上被称为一目河谷，历来都是山东半岛进入徐州的首选之地。反正无论走哪条道路，他们最后都得经过台儿庄，因此只要守住台儿庄，就能够保护徐州。日军为了拿下徐州，除了在这2条道路上派兵之外，还让人从南京调入了一部分军队，沿着大运河往北打，准备把徐州包成夹心饼干。当时中国方面负责守护徐州的是第5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由于前几次会战的失败，李宗仁手上已经没有多少正规军可用，他的军队都是七拼八凑出来的，成分非常复杂，有中央军、广西狼兵、东北军、西北军、川军，这些部队互不同属，而且在军阀混战期间彼此还有过仇恨。从军事角度看，简直就是兵家大忌呀。可在民族大义旗帜的感召下，李宗仁却能让这些部队放下嫌隙，众志成城，共同抗日。主要还是李宗仁这个人能一碗水端平，对各路杂牌一视同仁，不像老蒋那样总是搞亲疏，所以各路杂牌军都对这位桂系老大心悦诚服，愿意为他卖命。解决了队伍问题之后，李宗仁便着手安排战略部署。他先是派东北军的于学忠跟西北军的张自忠，在长江岸边的滁州一带，利用滁州的丘陵迟缓日军的进攻。为什么是滁州呢？因为环滁皆山也。滁州如果挡不住，那就战略撤退，利用淮河天险继续阻击日本人的步伐。总之就是不能让他们靠近徐州。在一目河谷方向，日军派出了臭名昭著的板垣师团。这个集团不久前在平型关被林彪伏击了一次，此时正憋着一肚子恶气，想要在台儿庄找回场子。这是3路大军中士气最旺盛的一支。李宗仁派去阻击板垣师团的是西北军的老将庞炳勋，而阻击地点就是一目河谷的交通要道临沂。最后一路，日本派出的是王牌部队矶谷师团。矶谷师团南下第一站是藤县，守护藤县的是川军的王明章部，在藤县后面的则是负责枣庄的中央军汤恩伯部。至于台儿庄本部，李宗仁则是让西北军的孙连仲负责防守。因为孙连仲在中国军界一直都以善守城而闻名，而这一战的胜败关键就是3路阻击部队能不能为台儿庄的布防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3路大军中，南方的一路打得最为成功，张自忠、于学忠在江南新四军的配合下，成功阻击日军于淮河南岸，这路日军连徐州城的城头都没有看到。而一目河谷那一路打得最为艰难，庞炳勋几乎把兵都给打光了。最后李宗仁急调南边的张自忠前去支援，这才勉强守住了临沂防线。说句题外话，张自忠跟庞炳勋之间可是有仇的，这2人原来都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手下，可是在军阀混战中，张自忠曾经出卖过庞炳勋，导致他差点全军覆没。可在民族大义面前，2人却能放下夙愿携手抗日，实在是难能可贵。在他们2人的共同努力下，板垣师团自始至终都没能跨越临沂城一步。真正打到台儿庄的是矶谷师团。前面说过，
负责阻击矶谷师团的是川军王明章部和中央军汤恩伯部。川军王明章部自从出川抗日之后，屡屡遭到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白眼，混的是苦不堪言。唯独李宗仁对他们高看一眼，给枪、给钱、给医药。为了给台儿庄的布防争取时间，藤县那边的川军是豁出命去报答李宗仁啊。虽然他们最后全军覆没，但他们成功争取到了最宝贵的布防时间。日军攻破藤县的同时，台儿庄那边的孙连仲已经部署完毕了，以至于下一个目标也就是藤县后面的枣庄根本就没必要再守了。李宗仁直接让负责镇守这里的中央军汤恩伯部放弃枣庄，让开道路退入两侧的山区。这时候摆在矶谷师团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进山把汤恩伯的部队消灭，然后再继续南下进攻台儿庄。如果选择这个办法，就算后来进攻台儿庄失败了，那也不至于有太大的损失。可奈何日本人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他们认为只要快刀斩乱麻拿下台儿庄之后，身后的汤恩伯就不足为虑了。可他们没想到台儿庄的难啃程度远超想象，日军进攻多日始终一无所得。矶谷师团使出吃奶的力，好不容易撕开一道口子，可很快就被持丰城组织的敢死队重新夺了回去。他们顿兵坚城，久攻不下，犯了兵家大忌。此时身后的汤恩伯又从森林冒了出来，切断他们的退路。矶谷师团瞬间就被包了饺子，只好摧毁炮弹和重武器，仓皇逃窜。在逃跑过程中，他们遭到中国军队两面夹击，损失惨重。此时已经是4月15号，长江的雨季要开始了，而日军却还没拿下徐州。日本人虽然在不久之后又一次针对徐州开展了第2轮进攻，可是当他们拿下徐州的时候，已经是5月下旬了。经过2个月的降雨，水位暴涨的长江早就已经把武汉的物资全都运往重庆。中国抗战的火种被成功地保留了下来。可以说，台儿庄战役已经圆满达成了它最初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能以徐州最后的沦陷和战损比来衡量这场战争的胜败。此外，这场战争还带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此前我们的对日战争基本上是败多胜少，可台儿庄战役是一场正面较量。这场战役告诉了中国人，就算是正面硬刚，我们也有赢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台儿庄战役算是超额完成目标了。